那么今天下午我们第一个视频主要来关注一下港股的中银香港，这也是之前粉丝留言比较关心的一个品种。首先这里先说一下结论，整体走势是处于一个多头趋势当中啊。我们目前这里看的是一个月线图，既然处于多头趋势当中的话，那上方潜在的空间幅度都是比较大的。下来我们就从波浪的结构、内部结构来看一下支持我们看涨的一个原因和理由在哪里？这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月线图月线图当中的话，最低点出现在09年的3月份，是 6.30， 然后高点是出现在18年的1月份 42.15。整体走势它是走出了一个不规则的一个三波形态。这个三波的不规则形态结束之后呢，又从 42.15 跌回到了17.86。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回撤的一个幅度。回撤幅度是介于黄金分割 0.618 到 0.764 大概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整体的走势下跌调整这个结构也是比较清晰，也是一个三波的形态。这个调整三波形态也已经结束了。那通过前面两波上涨和下跌的内部结构都是三波，那我们大概能得出这里向上的走势它并不是常规的一个推动浪并不是常规的一个推动浪，更应该说它是一个介于反弹的双重三浪结构也就是说之前从6块3涨到42块15，它其实是一个 W 浪，之后从 42.15 跌回到 17.86， 这是一个 X 浪。那也就是说从 17.86 开始往上它是运行在一个 Y 浪当中，而且这个 Y 浪应该和之前这个 W 内部结构是类似的，也是一个三波形态。当前其实就处于这个 Y1 浪的上涨当中。通过这样的预期划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最终这个 Y 浪运行完毕以后和这个 W 浪的内部结构是非常相似的。目前就是在这个 Y1 里面，后期还会出现一次的大调整 Y2， 最后再走一个主升浪 Y3， 突破之前的 W 浪的高点 42.15， 来完成这样一个整体节奏。所以目前就是处于刚才说的这个 Y1 浪当中。那 Y1 浪大概率是不会突破之前的这个 W 浪的高点。下来我们通过周线级别，我们找到这个 Y1 浪潜在的上行的一个目标位，依然是通过黄金分割，上方有两处潜在的目标压力。第一处是黄金分割的 0.764 的位置 36.40， 第二处是如果反弹走势比较强，那么它有可能突破 36.40 去到下一个压力位 39.90。 从目前的走势看，以上两处就是这个潜在的 Y1 浪的一个大致的一个目标区域也是上方关键的压力的一个位置。那从当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并不适合于直接去追，主要原因是这当中次级别的走势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我们再来分析 17.86 开始的这一波上涨，1、2、31、32、33、34、35，可能后面还有一个4，然后完成一个5，这就是目前的整体的预期的一个运行轨迹。1、2、3，此处有一个调整4，后期可能还有一个上行的第5。那从上图我们就可能看出来，其实当下它就是运行在这个3浪3的后半程3浪3的后半程，它可能会高一点，也可能会低一点。高一点的话就会达到刚才所说的 36.40 这个压力，然后再调整，然后再往上冲击 39.90， 或者说是在近期它就出现调整然后调整之后再展开第5浪上涨。那从目前的走势来看，想要介入的话，只有短线的一个机会，没有中线的一个波段机会。我们还是用黄金分割大致算一下，那可以看到当前距离目前点位最近的这个支撑位是在 31.20 到 30.35， 从这里才具备参与的一个机会。那向上的空间可能达到 36.40 就戛然而止。所以说整体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也就是这个4到6块钱这样一个空间。
所以此处你如果想要参与短线的机会的话，那一定要将你的风险控制住。比如说真的能回撤到上述位置的话，那我可能我的止损只会放个1块到2块钱，最多了，因为向上的空间只有4到6块钱，对吧？那我至少要保证我的盈亏比是个1:2或者是1:2以上的这样一个比例才合适啊。如果说目标4到5块钱，4到6块钱，你止损放个4块钱，赚钱比例只是1:1，那完全是在玩一个胜率的游戏。这里面就说白了就不包含任何技术的这样一个含义了。所以短线整体走势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的，但是中途就要寻找这种再次切入的时机。同样我们要参考一下上次的这个3浪2的调整，它用时用了几周？用了4到5周。那下一次这个3浪4的调整用时至少用时也在4到5周，或者大于4到5周。只有看到这个幅度达成预期了，包括时间跨度也达成预期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才会认定它是3浪4，那么届时才会考虑拿黄金分割一测算这个3浪3的整体幅度，找到回撤的这个支撑位，我才会考虑去参与。那么也欢迎大家投稿涉及的品种可以美股、港股、期货、数字货币、金银油。目前来说的话，国内 A 股不在涉猎范围之内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下午关于这个中银香港整体走势的一个波浪结构分析。好，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